一席盤菜3日籌備，318盤盤菜，超1萬斤嘅食材，從採購到烹飪，一場依靠團隊協作嘅大工程即將開始。動作嫻熟、反應敏捷，係參與盤菜宴製作人員嘅基本標準。近30位鄉親分工明確，清洗、批皮、切配、浸泡，眾多食材唔同嘅步驟，同時喺呢個廚房裏面交叉進行。那這個太小了一點點，這個要是你那樣不均就不好看啦。700斤豬肉，160隻雞，斬刀同砧板嘅撞擊聲起伏不斷咁徘徊喺廚房裏面。洗同切嘅工序完成之後，就到咗盤菜製作嘅核心環節。老廚師高貴圖係盤菜宴嘅靈魂人物，所有食材嘅煎、炸、燒、煮、燜都係由高貴圖負責。這桂皮是調那個豬肉的香味，辣椒呢也是調那個香味的，就把那個豬肉的騷味去掉。盤菜烹飪方法考究廚師嘅綜合實力，燜豬肉係個中嘅精髓所在，亦係最花功夫嘅製作。今晚我哋燜15鑊豬肉，但係每鑊要40分鐘。700斤豬肉，就算開住2個爐頭，淨係燜嘅時間都要超過300分鐘。喺盤菜製作嘅領域裏面，高師傅雖然身經百戰，但亦難免擔心，因為離開席嘅時間只係剩低16個鐘頭。反正你就估計等下就要碌菜，喺入面碌入面要擺後開嘛。而家碌到嚟講咧，等擺爛啦。一整晚嘅奮戰結束，煎炸燒煮燜嘅工序基本完成。高師傅開始調製盤菜嘅點睛之筆，勾芡。這個是盤菜最後一個程序最主要的個選擇來的，把20多種菜的鮮味全部提起來、拉起來。盤菜嘅最後一步打盤頗為講究，將烹調好嘅食材從下往上逐層鋪放，蘿蔔、青菜、枝竹同油豆腐只能永遠隱藏喺盤菜嘅最底端，吸水上層食材嘅鮮汁。口味濃重嘅海鮮肉類將會逐層而上。打好盤後，淋埋芡汁，先算係大功告成。芡汁勾入菜肴裏面，會緊包原料，從而制止咗原料內部水分外溢。咁樣既保持咗菜肴鮮香滑嫩嘅風味特點，又令到菜肴形體飽滿而唔易散碎。318盤盤菜喺呢30幾個人嘅手裏面展露初顏。以前就好似買分標啊，派貨咁啫，打包翻屋企嘅。所以啲盤菜咁落嚟，即係攞翻去以後，你咩都撈埋一齊啦，撈埋一齊一食盤菜咁樣傳落嚟嘅啫嘛。大家拎住筷子喺盤裏面不停咁翻找，肯定會呈現出情趣盎然嘅情景。而且越係喺盤深處嘅菜，味道就越鮮美。盤菜食法亦符合中國人嘅傳統宗親法度。一圍台食客淨係食一盤菜，寓意團圓長歲嘅氣象。廣州增城嘅西湖灘村，家家戶戶都種荔枝。農曆5月，荔枝紅，村民開始喺荔枝林裏邊尋找一種極品美味。
反正我天天都來這裡灌這個五葉菇啦，哈，撿了多少都多少咯，反正撿到都是錢的嘛。鄭大姐講嘅五月菇係當地人嘅叫法，而被頂級食貨所熟知嘅係佢另一個名荔枝菌。荔枝菌對生長環境要求十分苛刻，只係生喺果林裏邊潮濕嘅白蟻竇上。白蟻分泌出嘅某種酶可以促進佢嘅迅速生長。啊，找了這麼多那個五葉菇了，找了幾天都沒有找到，現在找了這麼多了。一柄肥壯嘅荔枝菌略呈紡紗朵狀，菌尖好似一把收緊嘅遮仔。咁樣嘅荔枝菌可以被列為特級品，極為清鮮爽口。如果再遲半個鐘頭，菌尖打開咗，鮮度就會大打折扣，賣價亦都會平一半。所以採摘荔枝菌一定要快。一般撿那個五葉菇呢，一出那個裏面的時候是這個嘛，那過了3個鐘左右呢，是這個半的嘛。再過3、4個鐘啊，中午那時候，這個是全部打開的嘛。一般我吃那個是最好吃，這個是香一點，有一點香味，有一點甜。為咗盡可能保住荔枝菌嘅鮮味，鄭大姐以最快嘅速度趕到村口嘅交易市場。呢種至今仍然無法人工培植嘅菌，近幾年身價飛升。100塊，這個100塊一斤啊！鄭大姐係舊年村裏面嘅採菌狀元，為咗增加一個月幾千蚊嘅收入，鄭大姐喺5月變到異常辛苦。晚黑，先生落班返屋企，夫妻2個人凌晨2點再次出發去揾菌。第一個怕那個蛇嗎？怕那個蛇啊，有什麼那個雕啊，那個小鳥啊，什麼東西叫我都怕的嘛。所以我都走近一點，一個人肯定不敢去的。收成全靠運氣，雖然兩夫婦對周邊果林邊度出個菌記得清清楚楚，但係今晚呢一趟仍然一無所獲。荔枝菌係每年5月村裏人額外嘅一筆財富。鄭幹清係村裏面少有嘅冇外出打工嘅壯勞動力。沒有養那麼多錢，就沒有俾佢讀咯。好像7歲就可以俾佢讀書可以。哪個錢啊？一對雙胞胎仔仔增加咗唔少開支，佢都想挖啲荔枝菌補貼下家用。野生菌類蛋白質含量豐富，而且組成蛋白質嘅氨基酸種類十分齊全。尤其係人類必須嘅8種氨基酸，幾乎都可以喺菌類中揾到。豐富嘅蛋白質提供鮮味，呢個亦都係菌口味鮮美嘅奧妙所在。鄭幹清今日收成唔錯，佢決定留低一啲，等寶貝仔試下呢個過時不候嘅美味。處理荔枝菌，首先要將泥去乾淨，棍柄一定要手撕，唔可以用刀切。用老話嚟講，就係避免沾上鐵腥氣。
荔枝菌並唔係好似其他菌類咁帶住濃香，而係透住一股清雅嘅甜味。所以喺烹調方面一切從簡，最重要嘅係唔能夠破壞佢天生嘅清純。汕未打開嘅用嚟清蒸，只加少許油鹽，隔水蒸至4成熟，即刻上台。荔枝菌本身嘅鮮味被最大限度咁保留，汁液豐富鮮甜，口感爽脆，細嫩無渣。汕張開咗嘅荔枝菌用嚟滾湯，亦非常清甜可口。我哋試到嘅大多數鮮，其實都係對食材本味嘅提煉同升華。而荔枝菌唔加任何雕飾，就擁有淡淡嘅鮮甜美味。呢個正係對食挑剔講究嘅廣東人對佢趨之若鶩、視若珍寶嘅原因。農曆9月，廣東珠海西部嘅鹹淡水海域會出現全國獨一無二嘅一種海鮮。呢種海鮮就係擁有2層殼嘅松殼蟹，因為其鮮無比，而且百裏挑一，所以備受當地人追捧。初秋嘅早上，珠海乾務鎮五山鹹淡水養殖場嘅蟹農紛紛將啱啱上水嘅蟹送到販賣點。黃老闆，今日咩價錢啊？就係咧55、56度，水蟹呢？水蟹30蚊到。哦，啲同學蟹咩價錢啊？82蚊斤，有冇？有得少啦，依家壓住啦。整個地方都是這個地方的螃蟹最貴。117這又好吃又甜又夠肉又香。松殼蟹，顧名思義有2層外衣，一軟一硬。物以稀為貴，每100斤青蟹中大約只有1斤松殼蟹，所以松殼蟹嘅價錢係其他蟹品嘅3、4倍，甚至更高。咁松殼究竟係點樣衍生嘅呢？養蟹人根叔係土生土長嘅斗門乾務人。上世紀90年代初，佢成為村裏面第一個養螃蟹嘅人。25年裏面，佢以蟹養育咗一家3代人。養蟹嘅本領當然唔係浪得虛名。為咗保持蟹嘅鮮味，根叔嘅餵養一直堅持佢悟出嘅最貼近自然嘅方式。嗰啲料就係餵蟹㗎，扁仔喺大尾部留翻嚟㗎。嗰啲每日咧就餵30包上下，嗰啲價錢就餵25蚊一包咁上下。餵飼料嗱肉冇咁鮮味㗎，冇咁清甜㗎。餵嗰啲自然就好啲嘅啲蜆啊。乾務地處珠江3大出海口交匯處，流動嘅鹹淡水灌溉田塘，有純天然嘅地理優勢。乾務青蟹就有咗最接近原生態嘅生長環境。呢個亦都係根叔當年敢於嘗試養青蟹嘅底氣所在。青蟹1年4季都可以生長，喺唔同生長期可以分為奄仔蟹、水蟹、肉蟹、松殼蟹、膏蟹等。其中松殼蟹最為罕見，只有乾務獨特嘅鹹淡水質先至可以促使青蟹自然脫去硬殼，生出嫩殼，形成特殊嘅松殼。每日下晝3點係根叔自設嘅放籠時間。選擇呢一個點係因為青蟹呢個時候都停留喺灘塗水窪之處，及泥縫裏面，等待夜間先至四處覓食。覓食過程中，邊個都走唔甩根叔設落嚟嘅籠網。放咗50米冇，因為冇料食啊，佢哋多啲入啊嘛，有啲少啲咁噶。一般同學蟹我哋好少攞上嚟㗎，個珠比較細啊，係咪？等佢脆咗殼咧，變為蟹乸就大過啲，膏蟹啊咁就大過啲。
因為蟲殼蟹喺褪去舊殼嘅18、9個鐘頭之後，新殼嘅體積顯著增大，體重增加70%，甚至更多。呢次蛻變之後，蟲殼蟹已經完美轉身為膏蟹，價錢會再攀升。深秋嘅早晨雖然清涼，根叔都會喺天光之前搭上自己屋企嘅小船，開始一日嘅勞作。今日佢要用一種秘密武器，防止青蟹間嘅鬥爭。即係起蟹之前咧，你要掘嗰啲蘆葦啊，掘嗰啲蘆葦呢度嚟隱蔽啲蟹，冇俾佢打交啊。原來青蟹有同類互相殘殺嘅習性，可憐嘅蟲殼蟹準備退殼，自然成為咗被捕食嘅主要目標。蘆葦正係隔離廝殺嘅好幫手。根叔沿住放網嘅座標，一個一個網籠慢慢拉起身，看似簡單嘅動作中間，卻蘊藏住收同放嘅學問。慢慢啦，彈下彈下已經，佢卡住㗎，你啲網鎖啊嘛，就啊又唔放咗落去。要跳啊，要跳佢邊啲高蟹，邊啲肉蟹，邊啲放咗佢咁，又係最養咯。唔夠高嘅又要放養。喺嗰個角嗰度調光線啊，朝頭早到東邊啊，麻花到西邊啊，調光線呢一照，佢離嗰個角啊，等到頂呢嗰啲肉啊，佢哋又高。係依家搏起嚟跌住啦，等到今晚先落咯。嗱，嗰陣咪同學噶啦，嗰度嗱個公就喺上邊啦，個馬嘅女仔就喺落邊啦。佢吹殼之前要受公保護噶，嗱倒佢落去得攬住㗎嘛。你摸下佢角嗰度呢，如果有裂嘅呢就比較熟啲，佢嘅爪呢就慢走啲㗎，冇咁活力夠咁大㗎嘛。陣變呢脆殼啊嘛，嗰啲好靈慌啊，唔陣露埋一齊啊，露埋一齊等陣就打交佢就撳死你。每一隻上水嘅蟹都走唔甩根叔嘅法眼，膏蟹上框，水蟹放養，蟲殼蟹預留，每日2個鐘頭嘅重複動作，根叔持續咗整整25個年頭。依家習慣咁嘅生活，就每日都要咁做嘅。蟲殼蟹嘅上網量唔係根叔呢一個養蟹人可以講咗算嘅，更多嘅係睇氣候、生長期等因素。今日2個幾鐘頭嘅勞作換嚟嘅蟲殼蟹只有2隻。眼前嘅生猛撩起咗根叔品鮮嘅心情，佢咩都冇講就開起咗爐灶。講薑辟腥，不見到蟹嘅腥味，亦都有海鮮嘅腥味，一道清蒸，一道烚熟嘅咁咯，原汁原味嘅風味啊！最好就隔水浸就得，最快退係咁咯，直接性噶啦。活躍嘅蒸汽令海鮮鮮嘅原味最大限度咁被激發。從江海到灶頭，從最繁雜嘅養殖到最簡單嘅烹飪，無論係放養捕撈嘅加法，定係烹飪製作嘅減法，根叔都得心應手。見個蟹嘅鮮味啊，總之去邊度都係誘惑到你噶。蟲殼蟹之所以受當地人嘅追捧，除咗可遇不可求嘅產量之外，最為打動人嘅仲係佢獨特嘅鮮味同豐富嘅蛋白質。